高考前，我的青梅爱上了混混体育生，他整天和他厮混，为他放弃考试，还献上了他最珍贵的东西。我不忍他堕落，告诉了他的父母。事情闹大，体育生被他父亲打个半死，就此消失人海。多年后，在我们的婚礼上，青梅得知他的死讯，一把火烧了我们的婚房。都是你害死了他！站在这里的人本应该是我和他，你下地狱赎罪吧！熊熊烈焰照亮了他狰狞的面孔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高三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拜托了，我的好竹马，你就帮帮我嘛，撒个小谎就好，只要骗我爸妈说我和你去图书馆了就行。耳边的声音逐渐清晰，我大叫一声，猛然抬头，烈火焚烧的疼痛如潮水般顷刻消失。看到眼前这张俏丽的面孔，我下意识后退一步。江月立刻就恼了：“陈君怡，你不答应就算了，怎么还一副惊恐的样子？”我又不吃人。我怔怔地站在原地，突然意识到我竟然重生了。见我状态不对，江月拉住我的手腕，用力摇了摇：“陈君怡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”他脸上担忧的神情不像作假。可10年后，他为了贺玉放火烧死我，也是事实。江月是我的青梅，人如其名，如月光一般温柔皎洁。高一开学典礼那天，她站在台上，一袭白裙，优雅拉动小提琴的倩影，走进了台下无数春心萌动的少年们心里。大家都称呼她为白月光，可望不可及，平等的照亮每一个人，却永远无法被人紧握的月光。而我是全校男生都嫉妒的存在。江月性格安静慢热，和谁都是泛泛之交。当然，除了我。我们两家是邻居，走动频繁。在我们小时候，江父江母工作忙，还经常把江月送到我家养着。总有同学开玩笑说：“你小子命真好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以后结婚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啊。”我也以为我是不同的，我也以为这是我和江月的天定良缘。直到贺玉的出现。贺玉是我们学校的体育生，性格孤僻，劣迹斑斑，但他长着一张很帅气的脸，一张只需一眼就让江月沦陷的脸。江月疯了一样的想靠近他。前世我耐不住他的哀求，答应帮他欺骗父母，让他安心去和贺玉玩。从那以后，贺玉这2个字就常常出现在他口中。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自带破碎感的人。他真的很可怜，从小就没了妈妈，爸爸又是个酒鬼，他很没安全感。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光，是我照亮了他。听到这种话，我心中不免酸涩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后来，江月慢慢疏远我，和贺玉如胶似漆。他开始逃课，为了他，竟然还放弃了一模考试。直到我看到这个全校公认的女神，神情艳足地挽着贺玉，出现在脏乱差的小旅馆门口。终于，这晚，在他父母询问他的去向时，我选择说出真相。江父江母震怒，跑到学校大闹一场，并扬言要报警。贺玉他爸顿时就火了，对他拳打脚踢，谁都劝不住。从那以后，贺玉就消失在了我们的青春里，一切好像又回到了正轨。多年后，我和江月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婚礼上，有个高中同学喝多了，笑着说：“你们还记得那个贺玉吗？他退学以后就去了会所，玩得可花，上个月被一个富婆的老公砍死了，这事还上了新闻。你们看。”江月脸色煞白。这晚，他趁我醉酒，一把火烧了我们的婚房。都是你害死了他！我本来可以拯救他的，我和他本来可以有很好的未来。我嫁给你，不过是玩够了，找个接盘的而已。陈君怡，你就是条不折不扣的舔狗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煎熬。现在我终于解脱了，哈哈哈！现在你下地狱赎罪吧！熊熊烈焰照亮了他狰狞的面孔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因为贺玉，他竟然记恨了我这么多年。在他癫狂的笑声里，我失去了意识。大概是上天听到了我内心的呐喊，竟然让我有了重来的机会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江月摸上我的额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等我等得冻傻了。我摇摇头，在他期冀的目光中缓缓开口：“
你去和贺玉玩吧，以后晚自习下课，我就不等你一起回家了。江月皱着眉，有些讶然。陈君怡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我又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朋友。贺玉他很好啊，你和他相处的话，你肯定也会喜欢他的。他以为我在和他赌气。我知道在你们眼里，他就是个小混混，但那都是因为他原生家庭不好，他才会走上错路。我一定会拯救他的。前世他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接近贺玉，但后来也是他对我说：“你别管我了。”贺玉说的对，现在不玩什么时候玩？等到七老八十吗？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，人生苦短，快活一天是一天。当他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他。他没能拯救任何人，反倒被贺玉同化。而这一次，我选择祝福他，那祝你好运，成功拯救他。这时，贺玉从一旁的小巷子出来，迎面向我们走来，那双阴鸷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像是我抢了他的什么东西。他对江月说：“那我送你回家。”江月却没搭理他，而是狐疑地盯着我：“陈君怡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你好奇怪。”我不说话，只是加快了回家的步伐。江月在我身后气愤地跺脚：“你朝我阴阳怪气什么啊？不等我就不等我，谁稀罕啊？你以后会求着我跟你玩的，书呆子！”我是真心祝福他，这一世他去追求他想要的吧，我尊重他的命运。前世我花了太多心思在江月身上，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又怎么容得我三心二意？到最后，我只去了一个末流985。我本来可以考得更好，现在离高考不到4个月，这一次我必须全力以赴。江月却主动找上了我，她的出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臃肿肥大的蓝色校服遮掩不住半点她的美丽，反倒衬得她更加青春靓丽。同桌拿手肘对我，朝我挤眉弄眼，肯定是来找你的。果不其然，江月直奔我而来，还递来一个纸袋。我妈让我给你带的，她出差带回来的特产。我头也没抬，继续在草稿纸上演算。放着吧，替我谢谢阿姨。江月没动，我抬起头，只看到她皱着好看的眉头，埋怨我：“陈君怡，明明是我给你背过来的，你怎么不谢谢我？”我言简意赅：“谢谢。”她瞪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走开了。同桌劝我：“你俩吵架了？”我说：“最近怎么没看到你俩一起走？人家女神都主动找你是好了，你别太较真啊，给个台阶就下。”我直接否认，没有的事。很快，江月来找我的事就传到了贺玉耳中。下午体育课下课，一个篮球直接砸上我的后脑勺。我回头看去，只见贺玉阴沉着脸对我说：“我和你打一架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再也不准缠着江月。”我说：“你搞清楚事实。”我不想和他多费口舌，我还得回去刷题。他却怒了：“难道还能是江月缠着你吗？别以为你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他就会喜欢你，也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。江月才不喜欢你这种窝囊废。窝囊废对于任何男性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，更何况我内心还是个成熟男人。”贺玉直接给了我一拳，挑衅道：“窝囊废，来啊！”架在鼻梁上的眼睛被打飞，我的眼前模糊一片。贺玉的拳头又快又狠，但我也不是吃素的。小时候我身体差，我妈一直让我学跆拳道。贺玉没有技巧，打架全凭着一股狠劲儿。我们俩你来我往，谁也没讨到好。直到江月一声尖叫，冲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，脸颊火辣辣的疼。我生平第一次被人甩耳光，这巴掌江月用了十足的力气，他的掌心红透了，就连手臂都在发抖。他愤怒地质问我：“陈君怡，你有病吧？你欺负贺玉干什么？”这怨恨的眼神像是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。贺玉得到的待遇和我截然相反。江月小心翼翼地扶起他，脸上满是担忧。他踮起脚尖，对准他的脸轻轻吹气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他们俩其实很般配，男帅女靓，是任谁看到都要惊叹一句鄙人的。江月焦急地问：“疼不疼？”贺玉只是轻描淡写的回答：“习惯了。”于是
江月更心疼了。为了给贺玉出气，他当着我的面狠狠踩碎了我掉落在地的眼镜。这副眼镜是江月送的，他16岁那会儿参加小提琴比赛获了奖，特意用奖金给我买的。江母说他挑了很久，反反复复的选，反反复复的猜我会喜欢哪种，我戴着哪种好看。这小妮子给我和他爸挑礼物都没这么用心。江月耳根绯红，娇嗔：“妈，你别说了，以前的我一直很宝贝他送的任何东西。前世我甚至还把这副眼镜收藏起来，想等我和江月的孩子出生以后，告诉他我们的爱情故事。现在想来挺可笑的。”江月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陈君怡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，一个没有同理心的怪物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完了，我们再也不是朋友了。”很奇怪，听到这样的话，我并不感觉心痛，只觉得他们很烦。我爬起来，利落的拍拍灰：“这眼镜是你送的，你踩坏了也好。”这巴掌我忍了，我不想打女生，但有下次我就不会这么大方了。让你的贺玉离我远点，我很忙，没空陪你们演什么青春疼痛文学。贺玉就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，也就江月才那么天真，在自顾不暇的高三还妄想拯救他。他乐意做他的救世主，反正和我没关系了。江月单方面和我陷入了冷战，他一看到我就挪开目光，把我当隐形人。从小就是这样，一旦我惹得他不开心，他就一句话都不会和我说，非要我认错求和。我乐得清闲，刷题的干劲儿更足了。很快一模悄然而至，我认真备考，自我感觉很不错。考完后，同学们聚在一起，热火朝天的讨论答案。不知道谁说了一句：“你们知道吗？江月弃考了，一下午都没看到人。他们班主任现在到处找他。”江月一直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，就算我们不同班，我也能经常从同学口中听到他的消息。有人开了头，于是大家便开始兴致勃勃地开始讨论他。我自觉无趣，收拾东西回家吃晚饭。走到半路，贺玉搂着江月出现在我眼前。他变了很多，齐腰的长发被剪短，妆容夸张，嘴上还涂了黑色的口红。但无可争议的是，她依旧还是美的。贺玉得意洋洋地炫耀：“他为了我肯放弃考试，为了你会吗？陈君怡，你就是个 loader。”我忍无可忍，是 loser。贺玉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关你屁事！你就好好当你的书呆子吧，反正没有女生会喜欢你的。他是不是以为所有女生都像他一样肤浅？江月靠在他怀里，深情告白：“阿玉，这下你相信我最爱你了吧？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可以放弃，以后不准再用分手来威胁我了。没有你，我根本活不下去。”贺玉好像真的很感动，握住他的手，单膝跪地道：“月月，你就是上天赐给我的那束光，谢谢你愿意照亮我。”我顿觉无语，抬腿就走。身后他们拥抱在一起，旁若无人的亲吻，上演着偶像剧一般的情节。后来为了圆谎，江月竟然故意摔伤了自己的右手，声称是因为右手骨折才没去考试。江母急得团团转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样怎么学习啊？马上就高考了。江月满脸无所谓，大不了复读啊，没关系的。妈，我这么聪明，再读1年，考得更好。江母却连连叹气，哀求我：“君怡，你成绩好，你有空就帮帮月月吧。”一模成绩出来，我进了年级前10。前世我最好的成绩也不过是在10名开外徘徊。班主任对我青眼有加，说我没准就是这一届的黑马。我还没开口，江月就嚷嚷着：“不要，我才不要他来教我。”江母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帮江月解释：“也是，高3了，君怡的多花点时间在自己身上。”我妈心疼死了，红着眼眶问江月疼不疼。我妈看着她长大，早就把她当成了自己半个女儿。江月却笑得很开心：“阿姨，我一点都不疼的。”等大人们都走了，她才嗤笑着对我说：“你别觉得我可怜，爱能止痛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？你就是个会读书的呆子，别以为我妈夸你，你就可以飘了。你以后别来找我了，我怕贺玉误会。”说着，
他拿起我妈让我给他包的橘子，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我不会吃你的任何东西，他们和你一样恶心。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，我还沉浸在考了年级前10的喜悦中。要不是我妈拉着我，我根本不会过来看他。右手骨折后，江月更加肆无忌惮，天天和贺玉疯玩。周日这天，我妈在厨房里忙活，突然对我说：“君怡，你去叫月月来家里吃饭。”我不愿意，我妈皱眉抱怨：“你俩又闹什么脾气呢？月月的手都骨折了，你江叔叔、江阿姨都在外地出差，她一个人在家，小姑娘怪可怜的。听话，你男子汉，气量放大点，多让人家。乖，去叫月月过来。”在我妈眼里，江月还是那个乖巧懂事、爱在她怀里撒娇的小姑娘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出了门。等会儿转一圈回来，直接说江月不在家就行。江月就住我家隔壁。暧昧的嬉笑声从他家传出。我是个成年人，已然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正要转身回家，门却倏地一下开了。贺玉光着膀子站在门口，嘴里叼着一根事后烟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。四眼田鸡，偷听的爽不爽？要给钱的知不知道？他身后，江月正急忙扣着扣子，头发凌乱，双颊绯红，脖子上还有着显而易见的红痕。更离谱的是，他的右手完好无损，原来是装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骨折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们胆子这么大，竟然趁着家里没人干这种事情。贺玉推搡我的肩膀，眼神凶狠，再看就把你眼珠子抠下来，连女人都没见过的蠢小子。江月走过来，威胁我：“陈君怡，你不准向我爸妈告状，否则我不保证阿玉会对你做什么。”他的唇瓣娇艳红肿，上面还有着斑驳的咬痕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说：“我妈喊你吃饭，你不在家就算了。”贺玉满意的笑了，吻上他，将烟圈递进他口中。离开前，我扔下最后一句：“对了，以后别惹我，不然我很有可能会说漏嘴。”没有江月的打搅，我进步神速。这天高考体检完，一个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同学们都议论纷纷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体检的时候，江月被查出来怀孕了。表面上一副多清纯多高冷的样子，其实暗地里早就成了贺玉的形状。哈哈。这时班长气喘吁吁的跑来：“陈君怡，班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。”我不明所以。有人却看向我，揶揄道：“不是吧，大学霸也有你的参与？你看着正经，其实也不是个正经人啊。”我皱眉否认，嘴巴放干净点。他却不以为意：“什么啊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那可是白月光女神哎，你赚大发了。”我懒得搭理他，赶往办公室。刚出教室门，就看到江父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。我下意识向他打招呼，他却一脚将我踹倒。“陈君怡，你这个畜生！”江父还想动手，却被江母拉住。我妈颇为手足无措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君怡平时很有分寸的，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。他又转向我，急忙道：“君怡，你说句话，快跟你江叔叔解释呀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江月就站在他们身后，红着眼眶，寻死觅活。见我看来，他扬起一个挑衅的笑容。他怕伤害到贺玉，所以让我背锅。我爬起来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没有。”江父更气了，平时不苟言笑的脸此时涨得通红。“你个小王八犊子，做了不敢承认是吧？老子非得打死你！老子算是看错你了，亏我还把你当半个儿子。”我妈拦着他：“肯定是有误会。老江，君怡是你看着长大的，他什么人你清楚的啊？”江府怒吼：“难道月月还能拿自己的清白污蔑他吗？”江月也开始演，埋进江母怀里，嘤嘤哭泣：“陈君怡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明明是你哄着我做了那种事，这个孩子就是你的。”走廊里有不少看热闹的学生，对着我指指点点：“真是陈君怡的，他们平时就走得很近。我的女神啊，你怎么就瞎了眼啊？没准早就做了，现在才被发现。青春期的男生血气方刚，懂的都懂。陈君怡看起来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背地里是这样的人，一点担当都没有，人品太差了。
舆论一边倒，江月见状，哭得更大声了，一个劲儿的给我泼脏水。陈君怡，就是你骗了我，你还说喜欢我，现在你连承认都不敢，你还算不算个男的？早知道你是这种人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我丝毫不慌，冷笑，要不我们查查小区监控，看看你到底把谁带回了家，再不然我们报警，让警察查一下学校后面的那家小旅馆，和你一起出现在那里的到底是我还是贺玉？一瞬间，江月脸色煞白。江月一心只想维护贺玉，所以编造了这么蹩脚的谎言，简直漏洞百出。果然，和蠢人在一起玩，智商是会降低的。江月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很快，校方就把贺玉的父亲叫到了学校。和前世不一样的是，贺玉他爸这次没有再对他拳打脚踢，而是喜上眉梢，在办公室里大放厥词：“你们呢，就把我这孙子安安心心生下来。”江父一拍桌子：“生生生，生什么生？他们俩都是孩子。”贺玉他爸嘿嘿一笑：“孩子还能上床呢，你女儿这么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他就被江父一拳撂倒在地。贺玉他爸的脾气本来就不好，江父又在气头上，这两人顿时就打了起来，一点成年人的体面都没了。办公室一片混乱，校长和一干领导奋力拉扯，才好不容易把他俩分开。贺玉他爸满口污言秽语，贺玉信誓旦旦：“我会对月月负责的。”刚一说完，江府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。没人拦，都觉得他活该。贺玉他爸满不在乎：“你打，等打得消气了，咱们再谈我孙子的事情。”江府的拳头又要落下，江月却冲到贺玉前面，梗着脖子：“爸，你要打就打我，又不是他一个人的错，我愿意的，是我愿意的。”贺玉感动得痛哭流涕，当即就跪在江父江母面前：“叔叔阿姨，求求你们成全我们吧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”江月也跟着跪下，哭得梨花带雨：“爸妈，只有和贺玉在一起，我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，我真的很爱他。”在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成了阻止他们终成眷属的恶人，只有贺玉他爸洋洋得意：“不是我说，打胎多伤身体啊，两个孩子感情好，现在就办婚礼，等以后再领结婚证，他们早点当爸妈，早点完成人生大事，以后也就早点享福呗，多好！不谙世事的年轻父母，糊涂长大的可怜孩子，哪来的福享？再说了，孩子又不是你们的，你们可以管着你女儿，但他自己的孩子得让他自己决定吧。”贺玉他爸整天喝酒耍酒疯，但说起歪理来，可真是一套又一套的。江月被他的话说动了：“是啊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他也是一条生命，你们凭什么就剥夺他出生的权利？我才是他的母亲，我要生，他就必须出生。”江父看着他倔强的脸，实在没忍住，给了他一巴掌：“你以后拿什么养活他？你自己的人生还要不要了？”江月的脸颊顿时高高肿起，他几乎是哭着喊出：“我不管，我要生，我就要生！”从这以后，江月再也没来上过学，只是我家隔壁总传出争吵声：他是他，他爸是他爸，他和他爸不一样。以后我是和贺玉过日子，又不是和他爸，只要贺玉对我好就够了。可是，就连贺玉自己都没能逃脱原生家庭的阴影，再加上他这个幼稚的圣母，又能改变什么呢？贺玉开始频繁登门，虽然每次都被轰出去。有一次，贺玉被江父赶出门，还被浇了一盆拖把水。江月心疼地扶起他，用衣袖给他擦去水珠：“阿玉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爸，他太死板了。你怎么不好？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。”我刚好晚自习下课，从他家门口经过，却再次被波及。江月愤怒地看着我：“要不是你，我们会变成这样吗？你帮阿玉挡一挡，又会怎么样？我爸又不会为难你。陈君怡，你真的太自私了。”他真好意思指责我。我盯着他无理取闹的眉眼，突然想到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次我考试失利，他安慰了我很久。我们并肩躺在操场上看夜空的星星。他问我：“陈君怡，你想要的未来是什么样子？”我想了想，答：“
一间能遮风避雨的房子，一份能养活我和家人的工作，一个支持我体贴我的爱人。那晚，他的眼睛比星空还要美。那我要拉一辈子的小提琴。以后你混不下去了，我养你啊！多稚嫩的誓言，说的人忘了，我却还记得。只是那画面遥远到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。就算你们所有人都反对，我也会跨越艰难险阻和贺玉在一起。我要向你们所有人证明，我们是对的。砰！我关上了门。呼，世界清静了。闹出了这档子事，我爸妈对他们家也越来越不待见，还敢给我儿子泼脏水。我儿子多听话，多老实一人，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不入流的事情？我要是养出这种拎不清的女儿，直接和她断绝关系。一语成谶。江府带着江月去打胎那天，贺玉他爸直接杀到医院发疯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扬言谁敢给江月做手术，他就直接跳楼死在医院。医生不敢做，手术也就搁置了。一连多天，贺玉他爸都死守在这栋楼下。江月也用绝食逼他父母松口。江府焦头烂额，工作、家庭两边都得顾，两边都顾不好。江母整天唉声叹气，以泪洗面。没多久，江月跟着贺玉私奔了。他们选择私奔的那个夜晚，我正埋头刷题，听见楼下的动静，往窗外瞥了一眼。月明星稀，蝉鸣热烈，一无所有的少年牵着满腔孤勇的少女，义无反顾地奔向远方。听起来多浪漫。没关系，生活会教他们做人。有些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。没有经济基础，没有本领傍身，还有一个即将出世、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我都不敢想有多少苦日子在等着他们。再甜蜜的恋人都得遭遇现实的暴击。后来我才听说，私奔那天，江月为保万无一失，给他爸妈下了安眠药。江母本身就有心脏病，差点醒不过来。江父对江月死了心，扬言要和他断绝关系，就当他死了，就当我这些年养了一条不懂感恩的狗。江父把江月的东西全都扔出了家门。有一天，我路过垃圾场时，正好看到那把断了弦的小提琴。曾几何时，他在舞台上大放异彩，被人视若珍宝，现在却孤零零躺在角落，脏了，坏了。我没有再看了，而是抬头望向朝阳，继续往学校走去。他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我的青春里。这场闹剧终于落幕。窗外日光淡指过，在这个夏天，我如愿考上了北大，成为了本届最大的黑马。我们班主任脸都快笑裂了，直夸我争气。我爸妈大摆筵席，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。那些很久不见的弟弟妹妹全都围在我身边，恭恭敬敬地请教我。大人们告诉他们，多跟哥哥学，知道吗？沾沾聪明气。这热闹非凡的场景却让江母红了眼眶。如果月月没有，江父厉喝，这么喜庆的日子，你提那个晦气东西干什么？他都想害死你了，你还想着他？江月污蔑我后，江父江母向我道过很多次歉。这个向来严厉的中年男人在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，郑重地说对不起。我觉得他也挺倒霉，没追究，反倒安慰了他。江父久久地看着我，一向刚强挺拔的男人，像是在一瞬间就衰老下去，默默红了眼眶。几年后，我接到了一个来自远方的电话，陈君怡。这熟悉的声音是江月。是我。他的声音里带了哽咽。你联系得上我爸妈吗？他们的电话怎么成了空号？我答，他们不希望你再来打搅，所以换了电话号码。怎么会？不可能的，怎么会？那边传来孩子的哭声，紧跟着江月泣不成声。这一年的除夕夜，江月跪在门口，身后跟着个半大的孩子，声嘶力竭，爸妈，你们来看看你们的外孙啊，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就算他的额头磕出了血迹，他面前的那扇门还是没有打开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江父江母已经搬走了。江父是个很要脸面的人，发生了这种事，他没法装作若无其事的待下去。我妈还告诉我，江母怀孕了。卖出这套房子，就意味着她已经走出了阴霾，准备好好养育她的第二个孩子。一切都尘埃落定，
我们都在往前走，只有江月还被困在18岁的那个夏天。再见到江月，已经是多年以后了。我在街边接电话时，刚好看到两人在争吵。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怎么和你那个前男友越长越像？我没有前男友。别嘴硬，你和你那个竹马肯定有一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没等女人再开口辩解，男人就摔了手里的酒瓶。这巨大的响声惹得路人纷纷侧目。女人被吓得愣住，开始发抖。她的反应怎么这么大？很快我就知道为什么了。男人甩了她一耳光，又对她拳打脚踢。老二越长越不像我，你就是个荡妇。老子喝酒你也要管，你他妈管好你自己吧！浪货！女人护住脑袋，一动不动地承受他的怒火。很显然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。我看不下去了，上前阻止。男人怒骂：“关你他妈的屁事！给老子滚！”他搬起凳子就要砸向女人。我也来了脾气，随手拎起一个酒瓶：“要打人去拳击馆，她是你的老婆，不是沙包。再动手我就报警了。你这个臭婆娘！算你运气好。”男人见我的架势，放了几句狠话后，就灰溜溜的离开。女人趴在地上，止不住的啜泣。我叹口气，递上纸巾，一味的忍让只会换来变本加厉的欺负。留下这句忠告以后，我就转身离开。这时，身后却传来一句小心翼翼的试探：“陈君怡。”我回过头，有些讶异，他却激动的走上前，拉住我的手臂：“是我啊，我是江月，和你一起长大的江月。”我这才想起来，物换星移，曾经光芒万丈的女孩，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模糊，只留下了一道淡淡的影子。但那道影子怎么也和面前的人对不上号。她变了太多，臃肿发福的身材，饱经沧桑的脸庞，沉默怯弱的气质，都和从前那个宁静如水的姑娘相去甚远。江月感叹：“你还是那个样子，都没怎么变。”她看着自己粗糙的手掌，自嘲地笑了一声：“不像我。”我问：“那刚刚那个就是？”我实在没想起他的名字。贺玉，是他。说这句话时，江月眸光暗淡，嘴里溢出了悠悠的叹息。他苦笑，他和他爸没什么区别。这句话像一把记忆的钥匙，唤醒了那些关于青春的画面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多年前他神情倔强，信誓旦旦地说着：“爱能止痛。”贺玉是贺玉，他爸是他爸，他和他爸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什么样的父母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孩子。没有得到正确指导的孩子，在成年以后，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纠正、去改变、去回到正途。但贺玉显然没有这种自我矫正的能力，他还是变成了他最讨厌的父亲的样子。江月捂住脸，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他的指缝滑落。我这些年都过的什么日子？我怎么会选择和他走啊？我还差点害死了妈妈。我真糊涂，我真糊涂啊！他猛然抬头看我，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陈君怡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我们还有没有可能？你能不能带我？他的话在看到我身后的妻子时戛然而止。妻子刚买完东西，一手拎着购物袋，另一只手亲昵地挽住我的手臂，笑着问我：“你朋友？”我答：“老同学。”他朝江月伸出手。江月有些不知所措，犹豫半晌，还是握住他的手。打过招呼后，妻子替我整理了一下衣领，柔声道：“你们慢慢聊，君怡，我去车上等你。”江月心虚，他明明听到了我的话。我反问他：“爱人之间相互信任不是应该的吗？”江月愣在原地，如遭雷劈。半晌，他才嗓音涩然的开口：“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我没跟着贺玉离开，我考上了一所还算不错的大学，顺利的毕业，顺利的工作。不断有人来到我身边，也不断有人离开，但是兜兜转转很久，我和你还是遇到了。我们……”他没有再说了。街边的小店正放着孙燕姿的《天黑黑》，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。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，被骗，
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？歌词经意外的应景。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年少时候的他，本有太多机会可以纠正自己的选择，但是他没做。时光流转，到了如今，当初父母和书本没教会他的道理，生活教会了他。江月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怪不了任何人。我帮不了你，但是法律可以。我并不想和他多说，只是像很多年前那样送上真诚的祝福，祝你好运。我该走了，我的妻子还在等我。江月沉默良久，片刻后，他追上我，声音里带了哭腔。站在你身边的人本来应该是我的，对吗？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就好了，那我一顿打断他，没准真的可以，但你不能抱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过活，你得向前看，去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吧，去努力，去蜕变，去重生，去迎接本属于你的未来。相比于其他，学习是一条更稳妥、风险更小的路，而他在最应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放纵，后面的路注定要比同龄人更难走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决定改变，什么时候都不算太晚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